寿命决定期是70岁，不论男女，走路有这6个表现，不想长寿都难。老周今年刚过70岁，身体看起来还挺硬朗。年轻时他喜欢跑步锻炼，可到了70岁，慢慢觉得腿脚不太灵活了。街坊邻居常劝他，老周啊，年纪大了可别偷懒，咱这把年纪想活得健康，光躺着不行，得走出去动动。老周半信半疑，心里还想，难道我这样年纪的人真的是命在脚下吗？走路真有那么大作用吗？他开始注意观察那些比自己大些，身体却仍然硬朗的老人。果不其然，像邻居刘大爷，每天吃完饭都出去走几圈，步态稳健，呼吸轻松，脸上红光满面，70多岁了还能独自出门买菜溜达。老周一边看着，心里暗自思量，难道走路真的是长寿的秘诀？为什么70岁是寿命决定期？到了70岁，身体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，大家总能看到一些年过70的老人依然硬朗健步，而有些同龄人却是步履蹒跚，甚至需要拐杖或他人搀扶。这种差别之大，关键就在于70岁是人体进入寿命决定期的分界点。这个年龄段，身体的各项功能开始加速下降，成了衰老的断崖期，特别是心血管系统、呼吸系统、骨骼和肌肉的老化程度会更为明显。从医学的角度看，70岁左右的身体状态跟之前大不相同。年轻的时候，身体的代谢功能、免疫系统强大，细胞的修复能力也较高，基本能够应对各种损伤。但到了70岁，免疫力、肌肉力量和器官的功能开始下滑，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已经大不如前。这时，原来不显眼的小毛病可能迅速恶化，比如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更容易找上门来。有研究发现，步态、平衡性、步行速度等都是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标志，特别是在70岁后，走路更成了一种重要的身体指标。走路这件事听上去简单，但它需要大脑、肌肉和心肺系统的共同参与。因此，身体越健康的人，步态越稳，气息越平和，走路时也越从容自信。对于很多老人来说，70岁也是身体滑坡的一个转折点。正如生活中见到的一些健康老人，他们即使在70、80岁高龄，依然能每天坚持散步几千步，身体状态明显比同龄人更好。这种差别在70岁后逐渐放大，让健康的老人能继续保持生活独立性，甚至活到更高龄，而体弱的老人则需要他人的照顾，生活质量也受到严重影响。在70岁这个阶段，保持合适的体力活动，尤其是适量的步行，不仅能维持肌肉和骨骼的力量，还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提升心肺功能，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老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。70岁虽被称为寿命决定期，但并不意味着过了这个年纪健康就无望。相反，这正是一个该养生了的信号。合理运动、注意饮食、保持心情愉悦，都能让身体在这个阶段保持较好的状态。为何走路能决定长寿？走路到底有什么魔力，竟然能影响人的寿命？尤其对于老年人，走路不仅仅是活动身体的方式，更是维护健康的护身符。科学研究表明，规律走路能有效降低死亡风险，甚至延长预期寿命。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，而是经过大量数据验证的事实。老年人步行的过程，就像给身体的各个系统打气，从心脏到大脑，从骨骼到肌肉。走路带来的好处是一种全方位的支持。老年人心血管系统容易因年龄增长而退化，血管壁变硬，血流减缓，心脏泵血的能力下降，而走路正是帮助老年人唤醒心脏和血管活力的绝佳方式。适当的步行会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血管保持弹性，帮助心脏轻松运转，不仅降低了心脏病的风险，还减少了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几率。走路还能为大脑和认知功能带来巨大帮助。科学家研究发现，步行时大脑的血流量会增加，有助于保护大脑功能，延缓老年人认知衰退的进程。像阿尔茨海默症、老年痴呆症等认知疾病，往往与血流循环不畅、神经元活力下降有密切关系，而步行正是保持大脑活跃度的一种简单方式。骨骼和肌肉也是走路的受益者。
老年人常常会面临骨质疏松和关节退化的问题，日常走路可以有效预防这些情况的恶化。每一步都是在给骨骼传递强化信号，这就像给骨骼做运动按摩，不仅能够增加骨密度，还能保持关节的润滑性，让关节更灵活。许多老年人因为关节问题常常不敢动，而事实上，适当的步行能让关节和肌肉得到良好的锻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走路能有效调节情绪。步行的过程不仅是身体的放松，也是一种心灵的释放。当老年人迈开步伐，无论是欣赏沿途的景色，还是和邻居朋友一起走一走，都会让人心情愉悦。很多人到了70、80岁，不适合剧烈运动，走路却门槛低，适应性强，几乎不需要场地和设备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。3、70岁后走路的6个健康信号。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，观察一个老人的走路表现，就像在读他的健康报告。以下6个走路时的健康信号是衡量一个老年人身体状态的重要标志。第一个信号是走路时没有心前区的不适感。对老年人来说，心脏健康是长寿的关键，而走路时感觉不到胸闷、心绞痛，通常说明心脏运作顺畅。正常情况下，老人的心脏需要努力为全身输送血液，心脏功能较好的老年人走路时会感觉胸部没有压力，这意味着心肌强健。第二个信号是呼吸顺畅，不会气喘吁吁。随着年龄增加，肺功能会下降，但一个呼吸轻松的老人，往往肺功能还不错。老年人在走路时，如果呼吸没有急促感，说明肺部能够充分换气，支持身体活动。第三个信号是步态端正，走路从容不慌张。步态端正的老人，通常没有神经系统或平衡能力的问题，说明肌肉、骨骼、神经都配合良好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走路东倒西歪，或是动作很小心谨慎，说明可能存在肌肉无力或是骨骼退化的问题。第四个信号是步幅适中，走得稳，不拖泥带水。步幅适中说明老人不仅有力量迈开步伐，骨骼、关节也能够承受住步行的压力。步幅适中的老人，说明他们的肌肉力量和关节韧性较好，既不会太用力伤膝盖，也不会因肌肉力量不足而步伐不稳，是身体健康的重要表现。第五个信号是步伐轻盈，灵活不拖沓。步伐轻盈通常说明老人腿部肌肉力量不错，行动依旧灵活。走路时如果显得拖沓或吃力，说明腿部力量衰退。第六个信号是能够独立走路，无需借助拐杖或他人搀扶。老年人如果可以独立行走，意味着身体的支撑能力较好，骨骼、关节、肌肉都能相互配合完成步行动作。这6个走路时的健康信号可以帮助老年人和家属直观了解身体的状态。走路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运动，它可以直接揭示身体是否处在一个良好的健康水平。4、如何通过走路改善老年健康？走路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对于年过70的老人，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。科学合理的走路不仅能避免受伤，还能更好的发挥走路带来的健康益处。步数和时间是老人走路最重要的2个要素。很多人认为走路步数越多越好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，过度行走会对膝盖造成压力。每天大概5000至6000步是比较理想的范围。这个步数对于多数老人来说不算负担，但也足够让身体各系统得到适度锻炼。行走的姿势也有讲究，正确的姿势是挺胸抬头，眼睛平视前方，双臂自然摆动，这样走路的效果才会更佳。不正确的走路姿势会让腰背和膝盖承受过多压力，时间久了可能导致腰酸背痛，甚至加剧关节问题。步行的环境和地面也很重要，老年人最好选择平坦、安全的地方，比如公园、社区步道，避免在人多车多的地方行走，降低摔倒的风险。每次出门前记得穿舒适的鞋，最好是带有一定防滑效果的运动鞋，给足部提供更好的支撑。走路的节奏和速度也需控制，急于求成往往会适得其反。年纪较大的老人不必追求速度，而是以自己感觉舒服的节奏为准。如果平时运动较少，可以从短时间、少步数开始，循序渐进，逐步增加。最后一点，
结合生活中的其他健康习惯，能让走路的效果更好。比如，在早晨和傍晚温度适宜的时间段步行，不仅空气清新，阳光适中，还能提升心情。还可以搭配一些简单的拉伸练习，帮助身体更好的适应运动，避免肌肉僵硬或酸痛。走路的确是最适合老年人的健康活动，只要根据自身情况，掌握合理的步数、姿势、速度，并选择安全的环境进行，就能充分发挥走路的长寿魔力。70岁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龄，是许多老人寿命的关键节点。在这个阶段，如何健康的生活，如何维持身体活力，成为每个老年人和家庭关注的焦点。科学研究和大量数据都证明，规律的步行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，增强骨骼密度，提升认知功能，甚至能调节心情，增加社交机会。无论是5000步还是6000步，稳定的步数和适度的强度都是老年人保持健康的最佳选择。观察自己的身体信号，调整行走习惯，日复一日的坚持，不仅能让老年人延续健康，也能为日常生活带来更多乐趣。走路不仅让人走出健康，更走进长寿。